复苏战士剑姬的新拼法，优化掉了4狂暴战士的2个挂件，转而采用卡尔玛、基兰的复苏体系，让整个阵容看起来更加饱满立体。这是曲靖和 Kalist 在每侧8王车测出来的战绩，不可谓不亮眼。这张图是9人口的构筑，8人口这样上。如果有诅咒女巫转，则将洛换成蛇女开4女巫，转职给到卡尔玛；如果有狂暴战士转，则洛换阿卡丽开出4狂暴2炎魔，转职先给尼寇，后面给到莫甘娜。来把阵容拆解开来讲构筑原理，核心卡组有6张，分别是内瑟斯、菲奥娜、卡尔玛、格温、巴德、基兰，开出2狂暴战士、2复苏者、2时间学派、2咖啡甜心。2狂暴是给主副 C 开的羁绊，复苏者能增加阵容的整体坦度，每秒回血回蓝也适合带战士或法师的体系。2时间学派在战斗10几秒后能给到一个群体回复效果，相当于以前的复苏之风的强化符文效果，是后期性价比很高的羁绊。2咖啡甜心相对来说似乎用处不大，但巴德单卡和护口太好，所以难以舍弃。狗头是主坦，需要在剑姬和格温没有质量的时候撑起阵容的即时坦度，因为有这样一个主坦存在，后排的卡尔玛才有足够多的时间来输出伤害，以及给主 C、副 C 和坦克位反补治疗效果，提升整体坦度。这样的战斗循环因为狗头一个点就被激活了。这种逻辑有点像 S9.5 的堡垒尼口希尔科，主 C 剑姬和副 C 格温作为阵容的单点爆发，来处理那些卡尔玛无可奈何的大块头目标，或是切掉带回复的后排 C 位。挂件巴德和时光分别有增伤和控制。除这6张卡外，9人口推荐上莫甘娜、洛、米利欧，开出4复苏、2诅咒、2花仙、2学者。莫甘娜来之前可以用尼口，洛的下位是蛇女。这套阵容很吃连胜，所以优先考虑用来合成即时战力装备的散件。左边这张图是过渡装备表 ，S 级的是顶级装备，兼具过渡和诚心强度，有就直接合。A 级的装备为了过渡能赢可以有所妥协。B、C 级的装备除非是特殊情况，比如实在没得选了，不然一般不会选择合成。右边的图示向你介绍了核心卡组里有哪些卡，推荐带什么装备。竖线左侧是推荐出装，右侧是可选出装。来讲讲连胜过渡是怎么来的。刚刚的装备表里法系前后排优先级较高，自然也是这样过渡上来比较舒服。我从4张伊费法 C 出发，推荐4套早期构筑。如果你的萨勒芬尼先2星，那么推荐萨勒芬尼、波比、莉莉娅的堡垒花仙子过渡。后续前排根据瓢牌可以扩展到高堡垒，后排扩展法师、女巫、术士。如果先对出来吉格斯，那就可以开3小蜜蜂，后续补前排的堡垒和重装，或者后排的术师。这里额外提一句，吉格斯的技能是朝相距最远的敌人扔炸弹。在早期，如果和对手后排站同侧，是可以绕过敌方前排直接打到后排的，效果就像这样。如果先有2星奶妈，那可以奶妈带装备过渡，用加里奥、兰博给他开出3法和甜心咖啡。如果是左1最多，那可以是次元唤醒的过渡。当然，这些只是仅供参考的公式，实战还是在不卡利息的前提下优先上质量。比如不开羁绊的2星狼人就比开堡垒的1星波比强。奥恩神器和辅助装备推荐这些：剑姬的密银黎明、死亡之灭、3项之力、暗行者之爪，卡尔玛的枯萎珠宝，狗头的碎剑者、迷离风衣、永恒凛冬，格温的奥恩偷偷和重要悖论是比较适配的装备。辅助装推荐2个，黑切给到卡尔玛能减对面的群体双抗，蓝盾之兆的双抗能让复苏者和卡尔玛的回血更具坦度。强化符文方面，以装备类和给到战士有较高收益的战力类强化为主，如行家里手、多变断炉、装备天梯这样的装备类强化，能给到及时和直接的连胜战力。神盾使、联合抵抗、施法及时防御、铜牌活力，则与战士系的阵容高度适配，能带来较为明显的提升。补充一点小细节，剑姬是朝最密集的区域释放技能，如果你的对手是剑姬，你可以采取前排集中后排分散的站位来避免后排被锁头。比如这张图的站位，开打后剑姬第一个技能会冲到 C 位脸上，然后转头打波比，解掉波比后会 A 到金克斯，但是这时候平 A 并不足以击杀金克斯，剑姬会被金克斯攻击至满蓝，而后转头向已聚集的前排释放第2次技能，此时剑姬已被锁头，非常容易被你的主 C 金克斯击杀。
最后是本套复苏战士的意图流，有需要高清图的可以前往公众号首尔猫咪查看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